能在这艘科考船上工作的，无一例外都是高材生。而松下平吉在大学的时候，除了航海技术专业之外，还拿到了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2个学位，所以对信息化设备掌握的也非常透彻。叶晨的要求并不算难，只需要把运输车已经关闭的通讯模块拆除，再将一套星链设备装进去链接起来，然后把数据传输给指定地址就可以了。这种事情对松下平吉来说，无非就是动手就能解决。于是，当油料运输车赶到，松下平吉趁着传输油料需要至少2个小时的时机，把工作人员都支开，仅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就完成了设备的改装。车辆的 GPS 定位模块就是一个通电及工作的傻瓜模组，送上电之后，模块就会立刻开始搜寻 GPS 卫星，同时获取坐标，然后以每秒钟5次的频率，将实时坐标推送到数据接口。车里任何需要 GPS 坐标的设备，都可以直接从这个数据接口进行抓取。行车轨迹记录器抓取 GPS 坐标，存入黑匣子，通过不断的抓取来生成路线记录。导航则抓取 GPS 坐标，实时显示在地图上，为车辆提供导航服务。而后台监控设备也会实时抓取坐标，通过卫星上传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服务器内。不过，因为原本的通讯模块已经拆除，所以即便 GPS 已经启动，文部科学省也依旧得不到这里的实时坐标。而叶晨让松下平吉启用的星链，直接把这些数据都上传到了中转服务器，再由中转服务器传给了 AI 模型。除此之外，车辆的行车记录仪、360度环影功能、驾驶舱内摄像头的视频信号，也都链接到了星链上，能够实时将所有画面上传。在运输车的顶端，有一个类似大书包一样的凸起，网络通信、卫星定位、高功率天线等设备基本都集成在这里。松下平吉将星链也藏在这里，然后重新将盖子盖好，基本上做到了天衣无缝。叶晨通过卫星电话联系李亚林，让他试着通过中转服务器抓取这些信息。中转服务器是一个外部的防火墙，就算自己让松下平吉做的改造被发现，别人通过这些设备的设定，也只能看到数据传给了中转服务器，但谁在运营中转服务器，谁又从中转服务器拿走了这些数据，他们就不可能查得到了。李亚林也没想到，那个在乌斯怀亚失踪的破青会长老竟然真的到了南极大陆，更没想到叶晨竟然用这样的办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反监控。赞叹之余，也立刻让 AI 模型开始对数据进行抓取。很快 AI 模型就掌握了这辆车的实时动态以及周围视频信号。因为 GPS 获取坐标的频率很高，所以即便车辆在高速行驶，位置也能实时体现，并且精度完全在1米以内。更厉害的是，因为拿到了车辆360度环影摄像头的数据，一旦那位长老出现在这辆车附近，他的面部就会立刻被上传给 AI 模型， AI 模型也能立刻将其辨认出来。李亚林看到这些，对叶晨说，叶先生，如果能让他们把车载对讲系统的音频信号也接入进来就更好了，我们可以实时听到他们通话的内容。不愧是华人探长，他对信息的灵敏度要比叶晨强出不少。叶晨忽然得到提醒，惊喜地说，这个简单，我让那家伙赶紧操作一下。松下平吉任劳任怨，立刻又把车载通讯设备以及车载录像的音频也都全部接入星链。这样一来，不只是他们的通讯频道会被捕捉，车内人员的沟通、车身周围人员的交流，声音都将被捕获。而且即便人离得远，声音不清楚，甚至环境噪音大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因为 AI 模型不断迭代，它对音频的处理能力已经堪称逆天，不但能将声音放大，还能将环境音以及底噪全部剥离，让人声更加清晰。一切尽在掌握。2个小时之后，满载几十吨燃油的运输车开始返程，它的坐标实时在 AI 模型中更新，而所有频道通讯都被 AI 实时翻译成了中文。
李亚玲看到 AI 翻译后的对话内容，立刻发现几个非常可疑的地方。比如，他们在对话中一共提及了4个内部代号，分别是陆地第1勘探队、陆地第2勘探队、陆地第3勘探队以及空中勘探队。这就说明对方在进行非常大规模的勘探工作。再比如，他们对话中还多次提到了地下城镇，几次都要对方确认雷达上的结果是否有存在地下城镇的可能。于是他立刻把情况反馈给了叶晨，叶晨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对方不断扫描南极冰盖，竟然是为了寻找地下城。按常理来看，这里定型的时间要远超过智人出现的时间，即便是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人类，都还不具备在南极冰盖下建立城镇的可能，那古人就更不可能了。换句话说，古人到了这地方，没有优良的装备和补给，绝对的十死无生。就在他疑惑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林婉儿。林婉儿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她因为服用过万古长青丹，极寒对她来说并不算什么麻烦。随后他又想到，林婉儿没有修为，都能做到无惧极寒，更何况那些与自己一样，甚至修为远在自己之上的修士。修士如果想来南极，并不算难，即便冬天不好进来，夏天总是问题不大。于是他心中便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古今对比。眼下的南极，普通人很难进来，科学家凭借优良装备可以进；古代的南极，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进来，修士凭借强大的修为可以进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古代，南极对修士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净土。10万大山即便再深，普通人也有误入的可能，但南极绝无可能。魔鬼西风带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御结界，将普通人完全阻挡在外。而这片完全隔绝普通人的净土，对修士来说就是绝佳的修炼场所。破青会的长老在这里搜寻地下城，会不会就是当年的修士所建？南极在人类文明历史上至少几千年无人触及，如果一个宗门抓住其中良机，在此发展繁衍几百甚至千年，那这宗门的规模一定很大。南极冰盖虽然已经形成几百上千万年，但这里超低温、大风暴、大暴雪来回交替，那些修士如果要在此长期繁衍，出生以及年幼、年迈的修士也不可能抵御得了这种极端天气。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建一座能够遮蔽风暴的地下城镇。如果这一切推断成立，那么这些修士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失去了最终的飞升通道，那他们只有2个可能，要么那一代代人逐渐死去，人丁越来越少，掉入人口陷阱，最终全部凋零；要么那些人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一直繁衍至今，